哎，又咚咚咚，就很堵了。他想在 S 想绕桌。点赞超过3000，我带 Alex 去哪里？荔湾广场的停车场试一下它的智驾还有泊车功能，大家说好不好？开启自驾。好，我们开始方程豹爆8华为乾坤智驾的就战牛背啊。今天的这台车的版本是 3.2.1 的最新版本，然后有大乔在车上。那个大乔湾，我相信呢，这是华为的系统肯定能过的啊，不能过也是大乔的问题。哎，先看一下，哎，第一个难点它顺利通过了啊。他不会让那台车先过，在那里等哎，他反应还挺迅速的哦。这就很老司机，有位就先抢过来再说。大喬。喂，有唔啱啊！又係你嘅問題啦。呢次接管你摸一摸晒。就係你嘅問題啦。又係呢個彎。又係你。所以佢要撞埋你啦！那麼狠的嗎？哎呀，哪是大喬的問題啊？他的問題啊，他這樣都搶位置。我們繼續我們的自駕牛尾。好，1號彎就因為大喬在車上，所以1號彎不能正確通過。1號彎那是大喬灣，大喬灣過不了。對，大喬過不了大喬灣，請傳出去。然後2號彎呢？又咚咚咚。這真的有點出乎意料哦。因為之前乾坤智駕其實至少2號彎是沒問題的，我們再來啟動它看看啊，要在車道中間啟動。哎，還不能啟動。車道中間啟動啊，可以了，啟動了。智駕領航已激活。好，我們繼續回到路上，先看一下我們現在通過這條長實線爆8是一點都沒有要跨出去的這個動作的，沒有一點意向的，所以這非常好啊，非常的。會不會是因為我們本來就是右邊要出去，所以他沒有要跨左邊的意思啊？之前有很多車就是想踩出去的，因為我們這一段是這裡提醒幹嘛？前面有車減速，應該要繞行了吧？他還沒，他決定不繞行。因為這台車已經過去了，所以就不做過多的動作。對，給大家先看一下，我已經是把它設成了那個效率優先的了，敏捷的變道，然後效率通行優先都打開了啊，這些都打開了，所以現在呢是 ADS 乾坤智駕一個最激進的狀態。剛開始我還想讚他，哇，隔壁那台車準備要過來了，他先自己衝過去，我不讓你。誰知道大橋灣跟第二個彎都過不去。因為呢，華為是作為一個第三方供應商，把整套的智駕軟硬件提供給方程豹的。那所以呢，其實這套系統給到方程豹的時候，方程豹還會根據自己的車型包括他們一些企業的風格去調一下，所以可能現在還沒完成最後的調整啊。但是我想問一下，你之前的那一些智駕牛北的那些車，第一、第二個彎都容易過不去嗎？喂！我都圍住佢啦，佢仲要衝過去。其實前面兩台車在排隊，他就想繞過去，人家在排隊是有原因的。哇，他不會聽人說話的哦，這台車。他肯定不會啊，他很有自己的想法哦。所以這才叫智駕，他自己有自己的智慧的但沒問題，剛才都不用退出他還是發現了就難為我們咯，坐親條頸添，又要工傷啊，有工傷，喂，但這裡反而就不，為什麼高難度就通過了，低難度就？他每一次在路口左轉右轉，他都過不了。哇，有點壓力。好，我們再啟動智駕，激活了回到，沒事反正是聰哥的車，掛的是聰哥的。佢又賴我啦，到時要發大家記得一鍵3連否則大喬要被優化的啦。這台車被優化，你別亂說。這個人要出來怎麼樣？他可以的。你看
这种就有足够时间的时候，它还是判断的，可以的。对，这里是因为要过那个闸机。哦，它过不了闸机。应该是啦，它现在是不是降级了已经？对，应该是降级了，对，已经降到 LCC 的状态了。啊，但是我们可以先看一下 LCC 能不能处理这些状况啊。啊，赶下来了。哎，它 LCC 都把这个感识别出来哦，你别说哦，然后自动起步哦，这个 LCC 相当强哦，而且它没有要冲过去的意思。对哦 ，LCC 都得哦，係喎，就比很多车的自驾都可以哦。对哦。之前我们试了很多开了 NOA 开了领航的，在刚才那个赶的地方都想冲过去的，要不就冲，要不就赶提开了，它不会走。对，你看它一直在提示，现在是车道巡航，就是 LCC 的状态。这个乾坤自驾的 LCC 是有点强哦。好了，它还提示要通过急弯了。那为什么现在已经正常行驶的情况下，它还是 LCC 啊？我觉得有可能就是方程豹打了一些点，就是因为这一段是村庄道路，可能他就把所有村庄道路都把它标出来，会自动降级，就是以防有些人不知道自驾的边界啊，这个呢，这个就不行了。航已退出。要出差了。好，我们继续。大乔的脖子不要停。你猜这个路口它能不能走？那不用猜了，走是肯定能走的啦。那为什么前2个路口它走不了嘞？有可能是那个抬杆的状态，但是我们进来的时候，那个抬杆其实也是在下降的过程当中啊，这真的有点飘忽。而且我们转的第2个路口是单行道哦，单行道它都转不出去哦。但 LCC 嘛 ，LCC 的表现是这样的啦，所以这样才能让车主去提前要有一个接管的意识啊。为什么叮叮叮呢？哎，他提醒我什么？哦，准备要转右了，他一直打右转向灯，对，他就，他是每一个动作都要叮一下，提醒一下。好，我们这里就有一个拐右了啊。可以，就是隔壁有车。停在这里是为什么要？可能他识别人行道，对，人行道加上人，他就会触发到礼让行人的行为了。是的。然后人通过了之后就可以了。OK。我发现这个版本的画，这个 SR 上面这个线呢，是跟之前有点不一样，就是它会画刚才那条线出来。就是你待会要走的那条路，整条线都画出来。现在又没了。好，我们现在就来到前面一个拐左，就会进入到比较正常的城市道路。会不会放心一点？会，因为刚刚我们转右的那条道隔壁都是停着车的，我以为就是之前我跟你来的时候啊，试车，他看到有车停在那里，他就以为在等待中，然后傻乎乎的在那些停着的车后面等。但是这台车聪明，但是有时候又聪明过头，就好像刚刚那些车在前面右转的时候，他绕过去顶机，碰到了对头车，嘣一声停下来了，我还叫着他，他都没反应。叫唔喐㗎呢啲人都係，就是太老司机了。但其实这个平衡度很难拿捏的。可能因为是敏捷的状态，对，你选了个敏捷状态趁着现在停红灯，可以给大家看。这个设置就是很麻烦。对，敏捷对效率通行，它这里有解释的，就是开启了这个功能之后，车辆可能会在一些特殊情况下临时压实线或者超速行驶，所以只要开启了就应该时刻保持注意，按照交规行驶。就是他给你知道，就是你现在按了这一个，就有可能会超速或者会压实线，你要做好这个随时接管的准备哦。对，所以包括刚才那个包人家的头，其实也是一样的，这个其实也是一样的道理，就打开了这个效率通行，它就有可能做这些比较激进的动作。对，好，拐过来这边没有问题了。这一段路呢，其实我们就看一台车一套自驾系统它的底线了，就是因为这种路就是很正常、很规范的城市道路，那所以在这种路上面呢，其实是不应该犯错的。如果犯错的话呢，那至少这一个版本，我不建议大家在城市里面用。等它 OTA 吧。对，等 OTA。
我不是说这台车不行啊，只是说告诉大家我们测这一种路况的意义是在哪里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接下来爆吧我们这里会走大概可能5分钟左右，可以看一下接下来5分钟它的表现就怎么样其实基本上我们之前测的很多车型在这里都是没有问题的，因为这个就是一个很典型的每一个企业每个品牌对他们都会优化好这种道路的。包括他们的，因为现在都是端到端的 AI 模型嘛，他们训练的数据其实绝大部分都是这种正常的道路的数据，反而像我们刚才走那个村中道路啊，过大桥小桥啊那些地方呢，就是不大典型的，所以那个是看上限，这些路是看下限的。下线做得好，上线应该都不差。不一定的哦。所以我们这条路线才要这样设计啊。对，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我们这条叫自驾纽北的路线过这个是没有灯号的十字路口，没问题了我们这条路线是大概13公里长，会有30个考察的路口所以这30个路口里边基本上把一套自驾系统现在我们关心的一些难点都覆盖到了这边有鬼探头稍微减一下速，通过了，没问题。华为的乾坤自驾大部分时间表现都是稳的，就真的很像个老司机这个就拐的有点为什么他左边可以过他要在这里就看到别人下车你就要下车了，又想绕过去了，但绕过去就要压实线了哦。压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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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前面的车不走，他打双闪了，所以确实要压了，不压不行了。对，他又走，他走了我就不要，请立即监管，就不要压实线了，还是可以不违章，还是尽量不违章。这里产生了一个违章接管了好，然后我们到赶快启动它，可以了。好，看一下它啦，是不是因为我启动的时机把它给迷惑住了？但是它自己中了，揸少少，差那么一点点，没事，可以的，但是他不走他要等待我给他个指令了。不是，他应该是等后面的车走。不是，他不肯走了，你看。后面没车，他应该就走了吧？一下没有了，他就是不肯走的，他就是卡在这里，因为前面是贴得很近了，所以他自己不够信心过了。我要共驾帮他一下。行了，脫離了這裡就可以了。嚇到成身汗都出埋嚟啊！係咪？所以點解空調開咁凍呢？就知道你會熱，要出汗。那是冷汗了，冒冷汗了。那為什麼他現在還是那麼慢呢？不知道，大家幫我解釋一下。來，彈幕走起來，幫我解釋一下為什麼會這樣子。他可能還沒反應過來。他知道你已經出了一身冷汗，所以他就把動作慢一點。就讓你可以緩一緩先，是不是很人性？緩一緩我們前面就要有一個掉頭的路口這裡我們就看一下它能不能正確識別那個燈號，還有能不能自主掉頭。好了就是變道的時候，它會把那個待轉的車道把它顯示出來。他會提前跟你說我要做什麼動作，是，而不是只有那個燈號給到你。對。挺好的這個其實可以調成語音的，但是就很煩所以一般我都把它關掉。我不喜歡語音，因為他一直吵着我聽歌，他就一直叨一直在告訴你我要幹嘛我要幹嘛。他現在要跟你說他要轉到最右邊的車道，然後他是因為方程爆吧比較大，所以他往右偷了一點，然後很謹慎請控制速度已變道，路況複雜。你都那麼慢了還控制速度時速6了，你看隔籬嗰件電雞都快過佢喎。咁好正常嘅，這是很正常，電機很快的。好了，過來這邊就沒問題了。然後前方會有一個途經點有可能會讓它靠右，這個就不是它畫龍，是途經點。但好像它無視途經點哇，可以，這是第一台完全無視途經點的車。對哦，每次來到這裡它都會靠右，然後你才取消，那麼麻煩。對呀。可以的。好，他避開了一個坑，他剛才想切到左邊車道，但左邊車道是一個掉頭專用道，他避開了這個坑，對，他自己很快的取消掉變道，把這個坑給避開了，還挺聰明的。可以的。它會不會是因為它上面的那些攝像頭之類的監測的比較遠一點，看到遠的地方，所以才知道？
我觉得反而是因为近，因为这套系统它是有激光雷达的嘛，激光雷达它会很早就会做出判断，就是只要前方它能够探测出来通行的路线，然后符合导航给出来的那些信号的话，它就会规划一个路线。但是呢，走到近的时候，摄像头就会去判断这条是实线还是虚线，能不能走。所以有可能刚才就是通过激光雷达很早的就规划出一个要变道的路线，但是走近了，摄像头马上发现是个实线，所以就告诉系统这实线不能踩，它就把自己取消掉了。那其他车它也有激光雷达，对，为什么会不会有激光雷达的车？你有试过那一些车会去到那里才发现这是掉头弯了，然后就停在那里不动？其实不会的，都是会提早发现的。那就行。对，有激光雷达的系统，它的判断距离会远一点。但是也有一点不好，就是它太早规划好这个路线，所以有时候有些车型就到了那个路口或者哪个地方旁边呢，就突然发懵了，就是发现这个地方跟我规划的有点不一样，走不了，就也会有这种情况。所以这个规划的路线就是以时间的这个点OK， 明白。很难说哪个好。好，我们一个左拐又回到这一段路了，所以这一段路其实我们要走2遍的，就是同样的，你看这个没有灯号的路口，这里就看它会不会有减速，或者说有，看到有个电机出来，对，就刹了一点点，也不会说急刹。对，其实这种没有灯号的路口是比较危险、比较难处理的，像这种正常的路口就很好了。但是有一些车会不会在那个路口，然后检测到有那个行人，就是那条道在这里，然后会减速，就算有没有人都会减速之后再通过的。按道理来说应该是这样的，但是并不是每台车都会减速的。可能我们选那个激进敏捷状态。对，也有可能，有可能。然后也有一些车型，它就是反正路口它探测到没有人，它就会正常速度通过，它就不会有减速的。但这种减速，老实说如果因为我们自己开车，我自己会判断嘛。但是如果是自驾系统在开的时候，然后我看到是没有人，但自驾系统它还是很老实的在斑马线前面减速，你也会受不了的。后面的车也会受不了。对，搞什么？明明没人，你来个刹车，然后追尾。对，所以就是现在自驾系统有很多的一些规则，你不能把它写死了。对。不一定说有斑马线就一定要停。对，是，就是其实各个品牌都希望他们的自驾系统尽量的像人，更像人。对，但问题也来了，就是那像谁呢？因为虽然说像人，但不同的人每个人驾驶风格都不一样。对那你像谁呢？所以现在其实也不能说，就还没到那个说可以刻意设定一个车型的驾驶风格，或者说一个人格这样子。我觉得如果有一辆车可以模拟不同的人自己，就是模拟自己例如我开上1个月，然后他知道我的驾驶风格了，才模拟一套像我的一个智驾方式出来。哇，我觉得这样就很好。这个不可能。希望以后有吧。希望以后有吧。这个难的地方其实在于模型的训练，因为模型的训练是需要，当然你的驾驶风格可以通过你的平常驾驶的视频给收集回去的，这个是不难的。但是难就难在把你的驾驶风格给训练到模型里面，这个需要大量的算力。那现在车企它训练一个版本都已经耗尽它所有的资源了，那更别说不可能是每一个驾驶者每一个用户都给训练一个个性化的。好，这是一个没有灯号保护的路口，它非常谨慎的、慢慢的通过。然后我们右后方有台哇，这个也有点压力。是，刚才是右后方有台冠道，然后呢，右前方又有这个电动车冲出来，2台车紧紧相逼着我们，然后他在想让不让好呢？在让跟不让之间选择了不让，我走。是挺快的，他刚刚想了其实也不算很久他没有停下来，这个很好。他思考的时间还是在动的。好，这边我们就前方会有一个小环岛这里有一个掉头的车。你没有试过那个环岛有车成功过的？对，有成功过的有。其实这个小环岛不是那么难的。但是为什么我每次坐在你隔壁？那是你的问题。只要你在车上面，但是每次经过那个环岛，它都会让你手动操作的。没有你不在的时候，我很多车都是没问题的。
就是我，我咯，我的错咯。啊，大家记得一键3连关注智能车研究所，然后大乔就会多点上来我们自驾牛北。大家想看我跟 Alex 一起跑自驾牛北的，记得打1。不想看呢，打什么？也是打1，没得你们选。不想看就打你们的。打你呀！好，这台车让开之后呢，你看刚才那台车掉头的时候，其实它处理的很好的，它不会太心急的怼上去顶住人家。好了，然后现在这个来到我们这个小环岛了。这个环岛，反正我坐在副驾那么多次呢，没有见有成功过，是真的能绕着那个环岛走正确的那个路线的，每一次都手动接管。或者我上次跟你还是志豪去到中间直接停下来了，超尴尬，就在中间红绿灯那里正停了，我都不知道是我要干嘛，是他要干嘛，隔壁的车都懵了。那你猜一下，现在888可不可以？他现在是模拟了那一个线出来的，对，其实暂时是可以的。对，他把这个环岛也识别出来了，已经。你看环岛跟那个灯，可以走了，都可以了。来了。他规划的线路是正确的。然后现在因为有点复杂啊，我们现在是在小长假的下班前1个小时，所以路上已经很多人在很心急的回家了。这2个大姐姐就冲到马路中间了啊，然后拿着个手机。走。这个大哥也是开着个电三轮，拿着个手机。大哥，你加油啊！俾啲力，加油啊！加油啊！给点力好吧！恭喜方程抱抱吧完成了这个环岛的。差一点，还差一点。先不要恭喜他，他要飘的了。我觉得他可以的，就是因为这个大哥逆行走了出来，挡了那个路线，所以他才会犹豫一下的。之前我们是测过，这是第3台前宽支架的车型了，包括问界的 M7，还有包括那个蓝图梦想家，他们走这个路口的时候都是很大胆的。方程888是走这个路口，就虽然都是前宽支架，但是它走的是最稳妥的。会不会是因为系统？我觉得有可能。对，因为当时这台车就是我跟方程豹的工程师沟通过，他们就说，虽然当时这台车上市的时候交付的时候，其实像梦想家，他们马上就是前宽支架3.2、3.2.1这样很快就跟着升级了，但是他们都没有开放，他们就是说他们要拿到华为给过来的系统之后，还要做很多的泛化的测试，然后还要做很多调整才给用户，所以有可能就是这些细节的调整，就比如说把它调得更加稳妥一点。安全一点，对，你看像这个地方的处理，其实相比于之前我们测过那2台车所以大家也可以上我们智能车研究所 B 站的账号我们之前测过的所有车型都会有一镜到底的视频放在上面的，大家可以拿来看一下，可以自己比较一下这个没有被那个门口给迷惑到。然后这一段呢，是因为工程临时改道的，它现在是23不到25的时速，对，这个时速是很合理的，走这段路这段路如果开到40的话就很可怕的。哇，41倍快，我觉得这个是真的刚好了。这里直到他提到30，但也就30了，他就马上控制一下。这个路口呢，基本上哇，逆行加盲区都敢这么的一脚油门过去的，可以。这个路口是每台车都会需要一个接管的。为什么呢？刚刚都已经看到有盲区，而且前面有障碍物的情况下，他还一脚油门这样过去。其实自驾系统不知道什么叫盲区的，它就是我觉得有可能一个原因呢，它的激光雷达在中间，所以它看到的那个路口的范围比我要大一点。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他觉得前方路探测出来了就 OK 了，他不管那个盲区后面有没有车。对，就我们人才知道盲区后面那个板后面有可能藏了一台车，他不知道，他不管。对，所以这种路口就大家用自驾就真的不要以为现在打开自驾就可以完全交给他了。就像刚才那种场景的话，到目前为止没有一台车是可以100%很稳妥的通过的。我觉得刚刚那个路口有点像高速修路的那些地方一样，就是一直直的，突然前面要修路，让你
转过去对这样子。所以打开支架之后，一定要手放在方向盘，随时准备接管。然后了，这里我要帮他一下了，因为不帮他一下就会，这是一个效率共架，因为我不帮他的话，可能就顶在这里动不了。挡着很久了。对。好，然后它能不能自己恢复呢？好像是不能的，我要再拨一下这个拨片。哎，播不了是因为对没有路线能识别到对，吗？他没有把这个路线给脑补出来，因为现在路上是没有划线的，对所以一般来说，他要脑补出一个路线，他才可以了。他指导脑补出来了信号已激活。啊，今天人真的有点多了。哦，然后这个路口呢，他走错了，他走错了，车道我之巡航已前有进过退出这个路口吗？请立即接管。他走错了，要再进就进学校了。是。明天就是清明假期了，对，明天就是假期了。对，大乔最喜欢清明节啊，为什么？因为探险吗？因为你喜欢讲鬼故事。讲鬼故事不用等清明，现在给你讲好不好？然后大家要不要听？要不要听？哎，那下次呢？如果这条视频点赞超过3000，我带 Alex 去哪里荔湾广场的停车场试一下它的支架还有泊车功能，大家说好不好？喜欢的扣1，再给大家讲一下荔湾广场的故事。可以启动了。车道巡航已激活。先干活啊！看一下这个路口，可以。之前我们但是他叫我接管哦。哦，但没事。我不管他，他还是原来降级了。但还是像刚才那样子，虽然降级了，可是他很牛的用 LCC， 你看这段路用 LCC 通过了，是哦，这是一个非常牛的 LCC。为什么我觉得它好像 LCC 比它的支架还稳一点是吧？我也觉得是。可以了，回来了啊！所以刚才那里是有一个降级的啊，然后现在回来了，回来这里呢，人家让开了之后，还是挺聪明的。谢谢，还是挺聪明的。他一脸懵逼的看着我。你干嘛？给他 slow， 谢谢大哥让路。大乔好喜欢跟人打招呼的。昨天呢？昨天干嘛？昨天我们在园区看到一个舒淇 outro， 然后他就跟人家这样子打招呼了，很热情的打招呼。不是，我在中间拦着他呀，我以为是阿卓啊，谁知道那个司机要这样子。给我一个拥抱，我就想着，这不是阿卓，然后一看那个司机是不认识的，多尴尬。所以大家如果平常在路上看到大乔，就给他一个拥抱吧。现在我们左边有一台凌志，他要这是一个 cutting 啊，但是很好，他稍微让点速就让他过来了。他真的刚贴着我们很近，因为他要转右，对，我们跟他并排，最后就让他。这里我要赶快改一下那个导航的线路。哎呀，过来，对，可以了。好，现在右边看那哇了，我是担心他看不到，开始有个安全接管了，因为右方那个车真的，我没看到他有任何的动作。不是，刚刚那个司机他是时速正常自己这样子冲出来的，他完全看都没有看我们的。对，他也不避让，因为他觉得我正常走我的线，我为什么要避你啊？确实，你转出来是你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道理是这样的道理，就算撞了也是他全责。道理是这样的道理，但你要防御性驾驶啊。也是，毕竟这台车。对啊，你看他刚才他汇入的时候，他是真的，他没减过速的，他不但没减速，而且他是走到那个汇入口，他直接就往左边就切了半个车身出来。我还看他的眼神，他是完全没有看过我们的，他是一直看着前面的路的。是，好危险哦，这些司机真的。所以还是那句话，现在的辅助驾驶是真的是自驾都叫智能辅助驾驶，所以一定要时刻关注路面的情况。时刻准备的接管，千万不要把我们的安全、把我们的生命交给这些系统。安全我都放在自己的手上，对，握着方向盘。对，所以之前偶尔在我们的节目的弹幕或者评论区会有些朋友说，你为什么手要放在方向盘上面啊？是不是没胆子啊？把手放开吧。我就真的不想理他们。
其实呢，如果你不就是直接放开的情况下，就是像我的车，我的乐道 L60啊，它会一直提醒你，之后呢，它就会在你的智驾等级那里啊降分，降到下面之后呢，它可能就会停用。不给你用，对，1个星期左右，对，让你重新去考试，对，它有个分数的考核分数的，所以智驾也有考核分数的。你们经常不目视前方啊，不握着方向盘啊，他们这些都是会减分的。减分的话呢，你之后你的智驾就用不了了。哦，就是比较就有这个规则感的一些，就比较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就会这样子做。但是呢，当然也会有一些品牌呢，它其实就真的不大，就只提醒你而已了。对，但是至少我们的交规其实是有规定，双手不应该离开方向盘的。是的，我觉得这样是最安全的，因为如果当你发现前面有问题的情况下，你再抓方向盘，那0点几秒已经来不及了。对啊。就比如说吧，有时候有些系统它会抽风，就方向它突然打一下，对，那如果我手完全放开，发现它方向打的时候，因为它打得很快的，你再去捉它的时候，你要回转它之后，你不知道要回转多少个度，对，它不像赛车方向盘，刚好中间有一条黄色给你知道，刚好这里就是中间。对啊。所以包括之前有些朋友说为什么我有时候啊就测支架测着就双手就放在这里好像捏着，其实不是的，是我紧张，就我一紧张我的手就下意识放在3.9点位置。就正常开车是3.9点是最正确的，3.9点。对，这个大家知道了，就只要你在赛道上面去有过训练的话，你就会有那种肌肉记忆，手是一定放在3.9点，因为3.9点的时候我闭上眼睛我都可以控制好这个车的方向。怎么打？如果你像9点跟6点，就很多人就这样子放着嘛，3点跟9点，然后一抓的话，对就不行了。而且就是我手在3.9点的时候，我就会知道哦，比如说我的车要往右偏，可能个5度的时候，我知道我的方向应该打多少，因为我已经有这个肌肉记忆了。但是如果我的手，比如说我是这样放的话，好一打惨了，我都不知道打多少。是，对啊，所以就是其实。但凡是驾驶经验丰富的司机，我觉得都会有这种3.9点这种安全意识。是的。好了，我们来到这个大路口，这个路口倒是没什么难度的。我觉得有难度因为如果有大货车的情况下，你转弯，你转弯，你不知道要转多少个度，然后你又要在隔壁要借道啊，因为他这个你看，现在就是了，他压着我们的道，现在就是了。然后他先让他过，前面的灯转了，红灯了，红灯了，是不是要停了？对，停了。干嘛呢？他就心急嘛，他就觉得红灯也要过嘛。那他过啊，他那里能过啊，他为什么要在我们这个道过？他就发现其实不是红灯啊，他能过了，其实。他可能以为他可能刚才没有看到这个灯，因为这个灯确实有些就第一次来这个地方的人是不知道的，有可能刚刚大货车在我们前面挡了他的视线了。对，他就以为我们故意停在路中间。好吧，无惊无险啊。对，刚才一直在聊天，忘记说一下高快的表现。高快的表现，但其实也是没什么表现，就是大家可以如果发现我们在车上很轻松的聊天，就知道这套系统在那一段路的表现是很好的。除了刚刚右侧有司机汇入，对，他没减速，他也没减速的情况下，我们踩了一下刹车。那个其实是在还没进入高快路段，然后就我们进入城市快速路之后，其实这一路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所以就是我们这段路线的2个部分，一个是刚才在那个立交桥底的那一段城市道路，另外一个就是这一段快速路，这2段呢都是看它的下限的。好了，这个他急什么急呀？恭喜发财了！他急什么急呀？冲过去，撞开！所以刚才是产生了一个安全接管，但这个安全接管呢，就是对，就是被逼的。他从最左挤到最右，他为什么不让我们走了？他在我们后面再过去呢？他从最左边的路线横跨2条线去最右对，所以路上就会有很多这种无理的车辆，所以就大家用智驾系统的时候，一定要自己注意一点咯。其实我们之前是确实有些时候呢，是因为智驾系统它的动作或者反应呢，会让别的车辆有一点困扰，但刚才那个呢，其实真的不关这台车的事，
是刚刚那台车太急，因为刚刚我们红灯停了下来，他觉得你刚刚黄灯还能过，你黄灯还能过，你为什么要停？他就故意的。所以刚才其实我们过了那个路口之后呢，豹八是想切到左边线的，然后他就硬要在左边冲上来。那如果其实我刚才不管豹八呢，其实他也冲不上来的，就他只剩半个车位了嘛。但我就不想再压他了，所以就让他一下啊。所以刚才那个安全接管大家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啊，就不解释那么多了。就是剛剛那台車的事，不關我們的事。大小生氣啦，俾住我一腳剎車，撞啦，反正佢全責。係喎。好，然后前方呢就会进入我们最后的一小段测试路段。刚刚平时前面你没有试过自驾的情况下，有车逆行对着你？有的。那他是怎么表现？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就等他过了先，就让他一下嘛。其实那些逆行的车，他也知道自己会逆行，所以他会乖乖的靠着一边的啊，他不会逆行在跑在中间嘛，所以其实问题倒不大。好，那这个路线的选择呢，就有点这个实现我帮他一下。他在疑惑。对，他在疑惑，因为刚才后面的那个校巴。他其实也是压了半个车道，所以就两台车都压半个车道的时候，他就处理的不好了。看到了。放假啦，同学们放假啦。他压了2条线的那些网约车，我们只有1条线能走。但是我看到前面我们这一条线在修路。对，所以看他这个绕行啊，这个是临时加的戏码。右边又是校车哦，怎么办呢？怎么办呢？他能不能？不能的，这个我要帮他。智驾领航已退出，请立即接管。他以为这里也是一条道路。对，因为他前面我们如果封路的话，在前面的路口也会放几个雪糕桶，但是他没有放雪糕桶，是在侧边放，所以他以为就是一个线了。其实这个是有点迷惑的，就如果我们不是看到前方的环卫工人的话，其实也会觉得是不是只是把这条道拦出来是可以走的，就中间隔开而已。对，他没有封起来。是。但看到这些人就知道这条道是封起来的，他们要施工。但是他们为什么要在节假日之前做这件事？本来就很堵了，他想在 S 想绕桌，绕窗迷路测试了。因为我们前面要掉头，所以他是很心急想靠左。可以了，你靠左。可以了，现在可以了，你可以靠左了。你还不靠左，后面的车又可以了，又挤上来了，又被 cut 停了。就放假前大家都比较心急，是像阿三哥已经一早就下班了。好，你看嗱，右邊那個車又想過嚟，咁你都要過嚟啊？哇，你唔使咁啊，黃毛，咁你都要過嚟啊？哎呀，黃毛係心急啲嘅，我又踩了一下了所以這個時間點就會有多點，哎呀，看能不能過這個地方，先把這個車讓去。應該不行，他那裡他封住了，對，他要不要走？他不走，都試一下吧，反正來都來了嗱，這個是一個加餐呢，因為我們的30個路口剛才已經完成了，我就看他能不能進去。他路線規劃出來了，其實不行，但是因為他擋了，那還能不能繞過去呢？那如果是能繞過去，那真的是神了，是不能的，不能的。智駕領航已退出。如果这台车它不挡着，有没有可能可以？对，真的有可能。看它那个虚线，其实它是想转右的。它的轨迹是已经生成出来了。但这个就不知道，所以这个留着下一次吧。反正下次等乾坤智驾的這個版本再升級了，我們也會再跑一遍的。那今天方程豹8的測試就到這裡了，無驚無險，又過1點，唔係又過幾點啊？而家又過4點，都5點啦。剛剛真的驚險了3、4次，我叫了3、4次啊，唉。你叫啊，你網友都說你叫啊，你越叫我越興奮。還好沒撞啊，不然真的是叫出來了，叫出天際了。所以大家一定要一鍵3連，多多投幣啊！我們要建乘車基金的。是，如果你們想看我們去荔灣廣場泊車，還有試他的那個智駕呢，記得評論區留言，還有扣一。好，最後再來。車道巡航已退出，停個車看看。請立即接管。佢對你啊，佢對你啊，比心啊！你知唔知啊？佢係咁樣噶。
先生个中指，然后再给这个给你。好了，不要教会小朋友了，今天先这样了啊，我们下回再见，拜拜，拜拜，记得一键3连哦，关注智能车研究所。所有电车车主看过来，大家车小程序上线充电板块啦！小程序首页点击充电补能，就可以查看离你最近的充电站，一键导航开启充电，还可以使用积分抵扣哦。目前已经覆盖了广东省范围内所有城市，后续我们还会上线更多省份的城市哦。